日前，一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22号塔，导致3名美军士兵的死亡。那么上周五美方已经展开了报复，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不希望该地区发生更广泛的冲突。傅先生如何看拜登的回应？这个拜登的回应应该是在大家的预期之内。由于之前这个反恐战争使得美国的很多选民就是比较厌战，所以说他们不希望美国再卷入这些海外的军事冲突里面。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放在印太地区，特别是针对中国进行一个战略竞争。另外一个就是在俄乌冲突里面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所以说，美国这些年就一直希望摆脱中东。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面临着某种自相矛盾？一方面来讲，他不愿意重返中东；另外一方面，当伊朗想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又不走。小小的胡塞武装把美国整得没办法，全世界几乎是在看美国笑话的。这个状态能够长期的维持吗？中东，尤其是在伊朗的这个问题上，美国从7、8年之后是没有讨到便宜的。奥巴马时期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契机，就是达成了伊朗核协议。然后本来那个时候就是美国是想跳出这个中东，然后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了。但是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偶然性啊。他后来上台的这个特朗普呢，他有一个执念，就是只要奥巴马支持的，我就要反对。这个是 Jake Sullivan 自己归纳的，叫 Anti-Obama Foreign Policy 哈。特朗普非常鲁莽地把美国这个建制派的在中东的布局给打乱了。由于伊朗政府看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诺是不可信赖的，所以到了后面的话，伊朗人也学乖了。他也要提高要价了。对，我不能再这么容易相信你。还有分析认为呢，美国之所以在中东地区如此尴尬，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住，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总体战略错了。美国它的国力并不支持他现在想要实现的所有的目标。对于这样的一种分析，陈女士怎么看？我认为美国现在的外交战略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要维持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不能够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超越它。我也觉得美国现在这个战略目标跟战略手段之间是存在一个落差，就是不是很匹配。因为现在美国的实力确实在相对衰落。其实我们从冷战里面，其实美国军事战略方面是同时打赢2场半战争，就是同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对付中国和苏联，然后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现在美国就军事实力来说，他连这个目标也维持不了，你连一场仗都打不赢。对，一场仗打不赢。所以这个全球霸权是有很多那个超额利润的，他还想继续这个截取这个超额利润，所以说他这2个目标他都想要，但是都维持不住。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过程，这个调整过程还需要几年时间，然后他才能看出，他如果真的是维持不住的话，他就必须收缩，不然的话他就到处漏洞百出。美国今年大选可能最起关键作用的就是2个州，而这2个州里面呢，现在确实看到，巴勒斯坦裔还有阿拉伯裔穆斯林在美国社会当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增长，会给美国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拜登会因为支持以色列而输掉大选吗？商业上有句话叫挑货的都是要买货的人。中东裔威胁拜登说，如果你们不好好解决这个巴以冲突问题，我就不投你的票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用这种威慑力去影响拜登的外交政策。如果是特朗普，他们威胁都没有用。特朗普对于以色列肯定是一边倒，所以这些阿拉伯裔到了投票的时候呢，就是我威胁是一回事，最后我投票我还是用脚投票，我的大概率他还是会支持民主党。唐女士怎么看？会有这样的调整吗？其实美国政治是很 local 的，很注重这个国内事务。就是美国大选当中，就是国内的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国会议员当中，就是说州内选取的这个国会议员去那个华盛顿工作，就是选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我推选你出来不是为这个美国做伟大的这个外交决策决定，而是代表我们州的利益。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拜登的这个选情的影响可能不是特别大。拜登就是因为是大选年嘛，他会很多政策上就是求稳定，不要这个事态过于扩大。日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签署发布了美国史上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报告。根据五角大楼介绍，这份全长60页的战略报告将服务于未来5年，主要用于解决美国国防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美国现阶段国防工业存在的一系列弊病。首先，他现在推出重整国防工业呢，
是符合这几年的大潮流的。再一个呢，也不排除跟选举有关，就是我要扎扎实实推一些措施，重振国防工业，这个对两党的交代的过去。而且对民众挺有感召力的。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应当加强与盟友在国防工业的研发与生产。比如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就是美国联合盟友针对特定军工产品研发与生产而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据路透社称，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2023年美国对外国政府的军事装备销售额增长16%，达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因为各国试图补充运往乌克兰的库存，并为重大冲突做准备。政治网站介绍说，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向波兰和德国出售了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攻击和运输直升机以及远程导弹发射器。文章称，这些销售是在乌克兰战争愈演愈烈之际进行的。但实际上，欧洲盟友也逐渐发现，美国不仅利用俄乌冲突刺激部分欧洲盟友大发战争财，还将欧洲国家拖进俄乌冲突。这不但让他们付出了数百亿欧元的金援和军援，还面临着俄乌冲突战火蔓延至欧洲的危机，更承担了追随美国全面制裁俄罗斯付出的经济代价。而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大选更是加重了欧洲盟友对俄乌局势的担忧。随着特朗普在2大关键州党内初选中大幅胜出，西方国家感到了特朗普主义回归的不安和恐慌。有观察指，若特朗普上台，无论基于美国优先立场，还是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态度，都不会继续再管乌克兰这个销金窟。美国搞事，欧洲买单将成为现实。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日前警告称，俄乌冲突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为了迫使泽连斯基当局进行和谈，美国必须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而且，就在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到访美国游说美国国会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再次质疑美国援乌政策，并透露他如果执政，美国将退出北约及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机构。It's like I did with NATO. I said, we're paying for NATO, and we don't get so much out of it. If we ever needed their help, let's say we were attacked, I don't believe they'd be there. He thinks the Europeans still aren't paying their fair share. He thinks they have negotiated very negative trade deals with us. I think he's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out of NATO.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各国领导人正在仔细分析特朗普的政治演讲，并为他可能重返白宫做准备。2月1号，美国智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也指出，若特朗普重返白宫，对于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总统领导下，跨大西洋关系将受何影响？欧洲国家对此有所疑虑。